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元气在农村。1927年发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蒋介石的黄埔军校校长建立个人的威望，影响中国近代最巨大的2位人物，奔向不同的道路，埋下今天极为特殊两岸的局面。1922年发生炮轰佛山总统府事件，孙中山打击非常大，我的党已经腐朽了，必须要进行改造。1919年，巴黎和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顾维钧为首的中国外交官集体退席加拉汉，发表对华宣言。陈独秀、李大钊、林伯渠相继见到孙中山。1923年发表孙岳宣言。蒋介石远赴苏联，考察感觉到苏联与国民党的合作不安好心的。1924年，孙中山通过联俄容共案，周恩来一回国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地位超过校长。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欢迎收看今天的互来座谈，我是主持人历史哥立修。我们今天继续来聊我们的专家讲堂。最近呢，我们一直在聊国共的议题，但是大家知道吗？回到最初的起点，到底国共当初是怎么样结缘的呢？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在国共这些领导人其实当初都是走在一块的，但是他们彼此之间是什么样的心结，最终导致了国共的第一次分裂啊，进而深远的影响了中国近代史呢？到底历史的真实面是什么呢？今天呢，在中国崛起当下的背景啊，我们更该回到了历史的原初点呢，好好了解一下跟两岸关系影响至关重大的国共第一次合作。讲到这个历史呢，我们当然要来请我们的历史专家，我们来欢迎王立本老师。学长好。主持人好，还有全世界的朋友大家好。像我们这一次要来聊国共合作啊，因为只有回到国共合作的起点，我们才能真正弄清楚两岸的纠葛啊，以至于当代的整个发展啊。那国共的合作是从何而起呢？我们该如何来谈呢？国共合作应该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甚至我个人认为是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它确定了中国未来发展革命的方向。首先，我们孙中山的革命遭受了许多重大的挫折。我们知道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后来在南北妥协之下，最后建立了中华民国。那成立了中华民国之后，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格局，就是当时在南方领导革命的同盟会，后来改组成国民党。你要跟北方袁世凯所领导的北洋系，再加上一部分的立宪派，如何彼此折冲，能够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秩序，就成为民国刚成立的时候重要的事情。最后由国民党的唐绍仪来担任国务总理，袁世凯来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其他的各个党派都可以在国会里面拥有席次，就建立类似我们讲联合政府这样一个状态。可是这个实验很快就失败了，各位，因为1913年发生了一件震撼整个当时中国朝野的重大的刺杀案，就是历史上的宋教仁遇刺。宋教仁遇刺的结果代表，以国民党为首的前同盟会的势力不太可能再继续跟北洋派的袁世凯继续合作下去，双方正式走向武力相向，就是历史上所谓的二次革命，也就在1913年展开，标志了未来民国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分裂跟内战。这一打就打到1949年啊，整整37、8年的时间。其实这也代表了孙中山革命的失败。孙中山这个人最强的一点就是他不屈不挠的精神，所以在1917年的时候，孙中山南下广州号召护法运动。各位，什么是护法？不是保护他的头发，护法运动其实就是只要维护当时中华民国的临时约法。对，孙中山认为说，临时约法是当时在南京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所拟定的一套在正式召开国民大会执行中华民国宪法之前最重要的一个根本大法。可是我们知道袁世凯跟后来他的继任者北洋派国务总理段祺瑞都不断的违反甚至于践踏这部宪法，这让孙中山非常的痛恨。他认为说未来中华民国这个法统必须要延续下去，所以看在北方没有办法搞下去，他就在南方跟滇系桂系军阀合作。滇系军阀最有名的就是我们当时滇系的军阀头目唐继尧，另外一个比较重要就是广西的陆荣廷，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又称广州军政府。但是这个军政府，孙中山跟南方的军阀合作，很快就搞不太下去了。到了1918年滇桂系军阀把广州护法军政府改制了，把非常大总统的位置摘掉了，要改成7总裁制，找了一个前清很重要的一位官员，当过两广总督的陈春轩担任7总裁里面的首席总裁。孙中山非常生气，离开广州的时候大骂说：“南北军阀一丘之貉，目无法纪。”那他们当时拔孙中山的方法也很巧妙。孙中山如果继续跟他们混，相当于被利用啦。
就说你看我们军政府的正当性，因为之所以可以另立党中央，是有孙中山这张牌嘛。可这些军阀不敢打死孙中山，又要孙中山影响力，又想要架空孙中山，所以他们就搞了一招，说大家都是总裁，但是你只是7总裁之一。所以北边的北洋军政府，南边有护法军政府，就称南北对抗时期。不过讲一个实在话，根本也没什么对抗啊，因为呢军队常常出去回来也没什么打，除非北洋军侵略他们的领地，否则的话基本不怎么实质上北伐。因为西南军阀要的就是割据一方嘛，对，那孙中山要的是希望能够全国统一，实现三民主义，所以两者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在理念上的交集点，所以这种合作根本搞不下去。一般我们看近代史或者说国民党党史，孙中山第3次重大的挫折就发生在1922年夏天的6月，陈炯明的叛变，这个事情对孙中山打击太大了啊！陈炯明这个人其实我们前面就已经介绍过了嘛，这边就不多讲，他也算是孙中山的老部下，所有认识陈炯明的人都表示陈炯明是一个很能干的人。所以孙中山到南方搞护法运动之后，陈炯明就变成他身旁军事上所倚重的一位国民党籍的将领。孙中山大概1921年左右，在闽南的漳州这边建立了一个革命的基地，收集当时闽南到粤东这一带所谓的游杂部队哈。根据记载，大概6、7千人啊，其实也没有很多啊，就交给了陈炯明来指挥哦。当时陈炯明麾下的参谋长就是蒋介石先生，所以各位你看，蒋介石曾经是陈炯明的部下，就在闽南漳州这一带驻扎，准备攻入广东，把广东拿回来。我告诉各位哈，陈炯明很快就击溃了陆荣廷的几个部下。这件事情对国民党来讲，本来是一件可以说声威大振的事。可是打回广东之后，到了1922年，孙中山跟陈炯明之间的意见就越来越多。当时陈炯明是广东省省主席兼广州市市长，这都是有实权的位置哦，而且还兼任粤军总司令。孙中山当时是非常的兴奋，拿下广东之后认为说应该要择日北伐。结果让孙中山万万没想到的是，1922年春天，当孙中山提出北伐的意见的时候，却受到陈炯明的极力反对。因为这时候中国同一个时间还有另外一套政治意见也提出来，就是联省自治运动。其实这是在学哪个国家？美国。就是在学。陈炯明当时是好几次公开表示他赞成，他认为内战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而且还会让全国陷入战争的浩劫，所以他反对。所以呢，当时就直指陈炯明就有私心，只是想割据广东而已啊。所以双方的意见就越闹越严重。后来到了1922年的4月左右，孙中山当时就打算把陈炯明的省主席跟广州市市长以及他的粤军总司令的头衔把他拔除。那陈炯明知道这个消息，当然非常生气啊！竟然就在1922年6月发生了历史上炮轰佛山总统府事件，历史上又称陈炯明叛变。陈炯明真是非常的狠啊！若不是因为孙中山身旁的侍卫队奋死抵抗，带着孙中山跟他年轻的太太宋庆龄一路突围血战，冲到了江边，登上了当时仍然效忠孙中山的海军哈，在这几艘军舰的护卫之下，混在珠江上。不过当时还有一个人啊，就是已经被陈炯明开除的蒋介石。蒋介石当时对陈炯明也非常的不爽，得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的亢奋，就带着他的第2任太太陈洁如女士从上海千里赴难赶回广东，登上了当时的永丰舰。最后也是有惊无险，在海军官兵的奋战之下，再加上英国也出来调停，就让这几艘军舰顺利的从珠江口逃脱出去了。最后孙中山辗转到了上海，暂时脱险。这一次对孙中山打击非常大。根据陈洁如女士的回忆录，孙中山哭得老泪纵横。首先在奔跑逃亡过程当中，他年轻的太太宋庆龄就不幸流产。孙中山握着当时千里复员蒋介石的手，你还没有抛弃我，国民党面还有像你这样的同志啊！也从此之后让孙中山对蒋介石刮目相看。但是而且蒋介石是叛离了陈炯明来投孙中山，这政治意义也很大。这件事情后来孙中山跟宋庆龄讲，我的党已经腐朽了，所以我必须要对我的党进行进一步的改造。而且孙中山也意识到国民党要有一支有信仰、有思想、愿意为革命奋战到底的这支党军，这才是未来最重要的一件。但是孙中山也没有办过军队啊，要办一支军队也不是那么简单。另外还有一点是，孙中山也不太知道怎么改造他的党。过去同盟会是很松散的组织嘛，其实这个时候的国民党也是一样，这种松散的组织很难肩负起完成中国革命的重任。不过严重的失败也让孙中山下了一个未来把国民党彻底改造的决心。所以还是非常重要的。讲到这里，其实我们大家可以了解，国共合作背景事实上是孙中山革命上进入民国时期，他所遇到的挫折不比在清朝的时候还要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对于孙中山来讲，他的年事也渐渐在增长了，他必须要有一个革命的继承者嘛。那年轻的蒋中正
还有一个人格上的特点，就是不烟不酒嘛，据说也不怎么嫖妓，当时的男人一大堆都嫖妓嘛，他也不嗜赌，代表说他有一个奋发向上的精神哦。这时候年轻而有活力的蒋介石就被他看上了。那就在孙中山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整个国际的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哦。因为大家可以理解哦，在1917到1918这个时间点在干嘛呢？在打第一次世界大战啊，各位。选举进入1919年非常漫长的国际谈判，也就是巴黎和会嘛。这个是整个国际秩序的重构啊，然后各地烽火四起啊，所以在这混乱的情势之下呢，有一个完全不被重视，但是后来影响世界极为巨大的政权出现了，那就是俄罗斯的继承者。苏维埃联邦。没有错。那学长，变化下的国际环境，苏联的崛起对中国的革命事业又发生了什么样重大的影响？这时候东欧真的是血流成河，除了苏联内部的革命红白对抗还在进行之外，当时东欧的战争并没有因为凡尔赛合约签订而结束。苏联虽然号称在1917年红色十月革命之后就成立，但是它经历了一个非常长久的内战。不过时间到了1919年，也就是列强正在召开巴黎和会的时候，以列宁所领导的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就是苏联共产党，就已经准备要向全世界输出革命。也就是说，列宁认为未来苏维埃革命的成功不单只是解放了前俄罗斯帝国境内的各民族而已，他目的是要解放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群众，彻底的完成苏维埃革命的理想。基于要完成这样的理想，所以就在1919年建立了第三国际。第三国际又称叫共产国际嘛，它是结合苏维埃的红军，在全世界各地建立第三国际的分部，进而在各国内部进行武装革命夺权。你也可以说，它就是一个颠覆全世界各国政府的组织。列宁当时就认为，那我们未来的革命的方向是什么？我们知道这时候苏联还很弱小，他跟波兰的仗都还没打完，只不过当时讲法国、英国、美国这些资本主义强国对苏联是非常不待见的。我告诉各位，这些西方强国这时候称苏联就是一个叛乱集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苏联所面对的革命环境也并不是那么的乐观，所以就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革命战略。就在苏维埃第三国际成立的同时，列宁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叫做从莫斯科通往巴黎最近的路是经过北京与加尔各答。就是未来我们要颠覆西欧的资本主义世界，最好的方法就是先赤化中国跟印度。我告诉各位，列宁的看法跟战略基本正确，而且这个时候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五四运动也在中国爆发，因为巴黎和会没有公平的处理中国的问题，所以这件事情就让当时中国群情激愤，以北大为首的北京之世界串联全国各行各业，大陆到对帝国主义的怒吼呐喊里面来。大陆前几年有一部电影叫《我的1919》，就在讲当时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最后以顾维钧为首的中国外交官集体退席。所以各位，凡尔赛合约中国是出席了会议，但中国竟然最后没有签字哦。这个事情很有趣，立下中国在大战之后不签字的传统。我告诉各位啊，不签字是无奈的，因为你签了字就等于承认列强把山东给日本。对。但是这件事情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并没有因为这一次的事件结束而结束啊。当时的中国的知识界普遍认为，列强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曾经那么样受到中国知识界寄予厚望，结果你以美日这样子对待中国，都让中国对这一些过去曾经崇拜的西方文明国家有非常深的失望情绪。简单说，中国需要朋友，苏联也需要朋友。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再加上列宁有提出他的革命战略，各位可以想一想，最后中国成功变成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印度没有成功？对不对？对，因为印度强大的宗教文化种姓制度是难以突破。对印度人来讲，什么阶级就干什么事，他不吃苦，他是无法摆脱他该阶级的苦。所以事实上也可以理解苏联为什么把主要工作就放在中国嘛，因为经过了他们的考察之后，很确定嘛，走加尔各答的路太远嘛，走北京的路近了点，所以他们就这样去处理这个部分。那我这边我要强调一个观念是，当时中苏可谓同病相怜啊，苏联基本被排除在整个世界新秩序之外嘛，因为巴黎和会，俄罗斯相当于是提前退出战场，跟德国单方面讲和嘛。那中国的惨是什么呢？明明是战胜国，却被当成战败国待遇啊！所以中国说真的也是很可怜啊，新秩序里面没你的份啊。所以两个这么极为艰难的国家啊，那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苏联当时也忙着打内战，然后外面又有跟波兰打了波苏战争，这场战争最终是以苏联败战告终哦，这一点很重要。所以你就会了解到说，苏联这时候也在想一个问题：谁可以承认我苏联？
拔剑四顾心茫茫，环视一周，列强没人理他。那世界上少数没被殖民又能维持自己国家独立性，又是一个相对大国的存在是谁？看来看去就剩中国了。所以早上中国说实在也是苏联不得已的选择啦。那学长，这个时候苏联开始动作，那他怎么来处置呢？这石破天惊的宣言，当时由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的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加拉汉，就在1919年7月25日发表了所谓加拉汉第一次对华宣言。但是这是一般中国给予的俗称啊，它正式名称叫《俄国政府致中国南北政府各界书》。这时候正是中国人民极为激愤、风起云涌的时候，竟然有一个红色的大国对中国发出了慷慨激昂的宣言。当时加拉汉就严厉谴责英美法日本这些国家，你把中国人的山东给了日本，那你还谈什么民族自觉呢？所以当时加拉汉就在第一次对华宣言当中提出，苏联可以成为中国的盟友，愿意跟中国人民站在一起。所以当时就宣布放弃所有第二时期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无条件的归还在东北的前俄国所占领的铁路，也就是我们一般所熟知的中东铁路。消息一传出来之后，当时在整个中国社会造成很大的震撼，因为竟然有一个大国愿意跟中国当朋友，平等待之。这件事情让当时的北京的世界既感到震撼又感到振奋。我告诉各位，你们刚刚讲到这个宣言的名称，其实这个名称主要是对中国南北政府喊话，南方政府也没有被国际间普遍承认，它主要喊话就是对当时的北洋政府喊话，希望北洋政府能够承认苏联，双方建立邦交，未来能够有进一步合作的机会。不过各位请注意，加拉汉在第一次对华宣言当中虽然很明确的表示愿意放弃特权归还铁路，但是加拉汉所放弃的特权是苏联已经失去的东西，卖空嘛。不过这件事情对当时饱受欺凌的中国来讲还是有很好的一个宣传效果。后来在1920年的9月27日，大概是因为加拉汉跟当时第三国际发现第一次的对华宣言虽然在中国社会造成回响，但是没有得到北京政府太多的回应。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啦，因为当时北京政府一开始是皖系政府，后来1920年之后直皖战争之后就是直系政府，对，他们背后所支持的国家是日本跟英国。所以日本跟英国以及另外一个引燃的第三者就是美国，他们都没有承认苏联的政府。所以这三者如果没有对苏联正式的给予承认，那受他们所扶持的北京，无论是皖系或直系政府，自然也不可能承认苏联。所以对加汉各种的呼吁，要不然就冷漠以对，要不然根本嗤之以鼻。所以在1920年的9月27日又发表了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全名叫做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宣言。注意哦，喊话对象还是中国政府，基本上重申前意，但是依然没有得到太多的回应。后来加拉汉也亲自来到中国，他想要拜访当时的北京政府，也被严词拒绝。这件事当然对加拉汉是很大的一个打击。不过因为加拉汉宣言，让当时的中国的民间以及中国的学术界开始正视苏联的存在，发现到这是一个经过革命洗礼的大国，所以也开始出现了许许多多对苏联的介绍。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当时在中国领导新文化运动北大的陈独秀、李大钊等学者，在1919年之后，他们所主导最具代表性的刊物《新青年》就陆续发表共产主义或苏联革命专号，当时一时之间在北京的知识界也是引起了一阵风靡。本来中国的新知识分子是对英美抱有很大的期望，就英美是这个样子，那苏联似乎指出了另外一条可行之路。所以当时整个中国的学界集体向左转，甚至于事后还有人形容这段时间要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亲苏的声音跟风气就越来越盛。不过在同一个时间，大概在1921年左右，列宁也注意到必须要加强对中国的命，必须要在中国早日建立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概念还不是中国共产党哦，我告诉各位，苏联档案很清楚明白的写，当时的中共叫做第三国际中国支部，就是你就是拼命第三国际，在第三国际推动革命的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列宁当时也表示，未来要在中国寻找他的革命盟友，因为北京政府不理他嘛，那只好去找叛乱势力，非常不得意的老革命家，前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先生。那谁先来接触呢？当时苏联也就是第三国际派了一组人来负责中国的事务，一个叫岳飞，另外一个叫马林。马林算是岳飞的副手，岳飞针对北洋政府进行工作，马林就飞到南方去找当时人还在广东的孙中山。这个时间点是在1921年陈炯明还没有叛变的时候。
辗转到了佛山，据说在桂林见上了，两边谈了又谈了。不过孙中山在这个时候，学长他似乎对于马林没有太大的兴趣啊。对，没错，孙中山其实是一个很亲美的人嘛，对不对？那马林当时来见孙中山的时候，他的态度非常低调，非常谦卑。马林是一个荷兰人，他又告诉孙中山，小时候他也在印尼住过，我对亚洲人民受帝国主义侵略跟压迫非常清楚，而且不断的表达苏联的诚意，希望能够跟孙中山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帮助孙中山在国内革命。不过当时据说孙中山对马林的态度并不是那么样的积极。另外，孙中山也很明白的告诉马林，未来中国如果要革命成功，必须要用他的三民主义。对，请注意哦，孙中山对这一点始终非常坚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孙中山认为，任何一个国家跟他谈合作，都必须要以中国的利益为优先。不过，因为马林的态度非常低调，再加上展现出很大的诚意，两个人称得上相谈甚欢了。虽然没有达成什么具体的一些协议或者是承诺，这里有个记录倒是可以验证这样的见面，应该是在一个不错的气氛哦。另外，马林在见孙中山之前，他也做了一个决断啊，他直接去主持中共一大的会议，在会议上就通过联合孙中山的决策，所以其实第三国际是下了相当大的决心要做这件事情的。对，没错。我们今天看到许多记录，其实当时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是非常不情愿，因为在当时的这一票北大精英为首的共产党人眼中，孙中山的行为其实跟军阀没什么两样，也就是在他们眼中，孙中山已经不够潮了啦。不过当时第三国际很强势主导这件事哦，就不断的说服，甚至有点压迫中共，你必须要接受第三国际的命令。另外，后来在马林的引荐之下，陈独秀、李大钊、林伯渠等人相继见到了当时的孙中山。我告诉各位，时间大概是在1922年，就是陈炯明叛变之后，孙中山逃到了上海，当时被称作中国历史上的南陈北李时期。虽然说孙中山跟马林没有达成什么具体的协定，但孙中山这一次见到陈李等人之后，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觉得陈独秀、李大钊带着一群北京的学生，有非常蓬勃的朝气以及革命的热情。孙中山认为他的党这时候已经暮气沉沉了，所以孙中山一方面希望从共产党这边吸收到一些革命的心血，来让他的党重新恢复活力；二方面，他也希望从国民党里面也把一些新秀未来来取代，或者说重新来担负一些重任，完成他的革命使命。根据宋庆龄的回忆，这一次孙中山见到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之后，孙中山非常兴奋，甚至还告诉宋庆龄，他跟这些人讲过话之后，我仿佛又看到当年的林觉民。你看这个话是很让人感动的，对不对？所以他觉得中国革命如果有他们加入是有机会的。所以我认为是见过这些人之后，孙中山才动了未来跟苏联有可能合作的念头。当马林见的差不多之后，马林的老大要来了，岳飞。其实岳飞这时候也是走投无路啊。为什么？北洋政府就是不待见他，甚至有驱赶他的意思哦。那马林已经打通一条路了嘛，所以就借着马林的引荐，正式的跟孙中山见面哦。那两个人谈了又谈，有好多的方案激烈的交流。像这当中呢，他们主要是在争执什么？这可以说是国共合作方案的讨论。对，没错哈，开始进入到紧锣密鼓的阶段了。岳飞在1922年的年底南下，就跟孙中山开始在上海接触，主要是谈当时国共合作的一些问题。当时岳飞一开始的时候带着第三国际的训令，告诉孙中山，他提出2点。首先第一点就是他希望国共两党能够合并，另组新政党，叫什么名字可以在意，没有关系哈。领袖依然是孙中山，但是接受第三国际的指导，完成中国的革命。第二点就是他告诉孙中山，只要孙中山愿意接纳共产党，苏联愿意给予全方面的军事经济的协助，并且协助孙中山建立党军以及改造国民党。孙中山在1923年就开始有一句话出现了，叫做以恶为师，所以双方的谈判开始进入到一个不同的阶段。不过当时孙中山就很明白的告诉岳飞，他反对国共两党合并，就是为苏联作嫁。但是孙中山准许未来共产党人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简单讲，共产党可以有2本党证，双方合作但是不合并。所以就在1923年发表了历史上的孙岳宣言。孙岳宣言总共有2次它的重点首先强调说中国不适合共产主义，而且中国的革命必须要由国民党来主导，实现三民主义。再来就是国共形成一个革命的联盟，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是国民党员并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注意，这中间是很巧妙的哦。苏联给予军事跟政治上的指导，不过我告诉各位非常有趣，后来学者发现了
孙岳宣言的俄文版跟中文版的内容并不完全一样，中国不适合实行共产主义这一点在俄文版的孙岳宣言上是没有的啊。但是从这边可以看出来，孙中山的心思是很明确的。首先，我不要再被任何外国势力利用。另外，中国共产党个人加入中国国民党，而没有中国国民党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意思。简单来讲，讲好听叫党中有党啦。实质的话就是把你给派系化，那这种事情在国民党里面多的是了啊，孙中山最熟悉的，为什么？同盟会经验嘛，所以你看哦，每个人都是经验主义下的产物啊。党中有党，还怕我治不了你吗？我相信他内心就是这样去思考问题。不过这个改组哦，对于整个国民党来讲有一个极大的注意。首先呢，联俄容共正式展开之后啊，钱马上到账，不得不说啊，苏联在援助的方面真要打钱速度还是很快的啊。孙中山马上拿这笔钱就来买军队啊，我们都知道嘛，钱到位不怕枪杆子不到位，对，没错，所以就把军人都给找齐了，很快用了这一批军人。那这批军人有谁呢？学长，他们目标是什么？到底孙中山在急什么？你知道这时候占领广东的是陈炯明的叛军，当时在中国只要你有钱要买军队也没有那么难。孙中山很快就联系到了3支部队，一个就是滇军的杨希米，另外是刘正环所领导的粤军，还有一支就是原先的国民党军人许崇智，许崇智也把一些残余的国民党军人重新集结起来，变成了另外一支粤军。这个许崇智的参谋长就是蒋介石，各位，蒋介石是出身粤军哦。这3支部队后来从不同的方向对在广东的陈炯明发动攻击，很快就把陈炯明击溃，收复了广州，在1923年的夏末拿下了半个广东省。不过陈炯明依然占据粤东，随即在1924年的年初，国民党就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就是国民党历史上的一大。孙中山在这一次的一大当中，在苏联另外一位接替岳飞的代表包罗廷的支持之下，就在会场上完全由他个人意志力主通过联俄容共案，正式让岳飞宣言在国民党党内也获得法理上的通过。当时陈独秀等人就带着中共的重要的干部跟党代表集体入座会堂里面。我们今天所有熟知的中共重要的人物，也都在这个时候基本上都要上了历史舞台。我告诉各位，这些人他们的入党申请书以及他们所有相关的文件，目前都完整的而且非常好的保存在国民党党史会。从这边我们可以知道，民国时期政治人物的立场因为各种原因也是转变非常快的，就是历史发展到这边，几个人的地位就越来越重要。首先第一个就是蒋介石先生，我们知道蒋介石先生在国民党收复了广州之后，随即在1923年他就被孙中山指定担任团长，组成中国国民党苏联军政考察团，远赴苏联。各位，这是一趟非常遥远的路程，穿越西伯利亚到达今天的莫斯科，主要是要考察苏联的党务跟军政，尤其是红军的政治制度，还有红军的训练方式。蒋介石后来留下了一本著作叫《苏俄在中国》。据他自己讲他好几次给孙中山上过报告，他对苏联感到非常的失望，甚至可以感觉到苏联与国民党的合作是不安好心的。具体来讲，他有哪些事情？首先，在国民党一大的过程当中，蒋介石虽然说未来可能要接黄埔军校的校长，跟蒋介石竟然在一大当中没有当选中央委员，也没有当选候补中央委员。我告诉各位，有一个人是候补中央委员，这个人叫做毛泽东。其他像陈独秀这些人都是中央委员。各位，你很难想象，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的时候，蒋介石在党内的地位还不如毛泽东而且毛泽东当时在共产党都不算是第一梯次的要角。这件事情让蒋介石非常的失望，就他认为孙中山对他的重用恐怕也只是流于形式跟表面而已。第二点就是蒋介石他在意识形态上非常的反共，他认为共产党本身所提倡的革命不太可能实现，而且可能对中国未来是有害而无益的。因为还有一点是，据蒋介石自己讲他在苏联待的这段时间，苏联是对国民党的这一支访问团极尽分化之能事。另外，据说苏联对孙中山也有许多的批评，他感觉苏联没有合作的诚意，你只是想分裂国民党而已这都是他在苏俄在中国里面讲。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这时候国民党内部，尤其粤军的军人，包括许崇智等人，这段时间不断跟孙中山上了各种的报告，对蒋介石并不待见，认为蒋介石桀骜不驯，难以克制，常常不听命令，这一些都让许崇智为首的国民党广东军人对蒋介石非常不喜欢，所以曾经一度让蒋介石心灰意冷，甚至蒋介石当时已经告诉他身旁的朋友，我根本就不太想接黄埔军校的校长，因为他觉得你这样搞下去没有意义，这样搞下去等于是被苏联整碗捧走，所以他一时之间不想参加了最明显的一个标志，他回国之后竟然第一时间回到上海，
他没有回广州。孙中山甚至干脆我自己兼任黄埔军校校长算了，已经到这种地步了但是后来蒋介石到了上海之后，有位国民党的元老张静江先生就不断的劝说蒋介石，你应该要忍耐。中国国民党军校的校长的政治地位虽然这时候没有很高，但是这个校长的位置未来潜力无穷，因为以后所有的革命军人都是你的弟子，所以这个军校未来会非常重要，你应该要勇敢的接下来。这一段谈话据说打动了蒋介石，蒋介石觉得好吧，一个候补中央委员都不给我，这一口气都吞下去了。蒋介石没有考虑一件事，就孙中山除了能靠苏联之外，也没有别的办法。对不对？你反对没有用啊，所以这也代表老蒋的政治悟性一直都不是很高啊。对，当然在1924年6月，黄埔军校成立，他兼任校长之后，果然蒋介石很快就建立了他个人的威望，以及跟他麾下的一批学生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各位，黄埔前4期的学生私底下都是称老蒋校长。中国传统社会师生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是不是？另外讲一下，黄埔军校成立之后，就有苏联军事顾问团负责在学校里面指导学校的军事教育，以及指导国民党建立各种党的组织、党的宣传机构嘛。国民党就出现了一个名词，叫做开除党籍，就是党凌驾在个人权利之上嘛。就国民党就这样逐渐变成一个有武力、有思想、有信仰，最重要是有党纪的政党。其实这蛮重要的。毛泽东这时候很有趣他因为先当选了候补中央委员嘛，所以位阶其实比老蒋还要高。但就实质政治影响力来说，毛泽东这时候还没有到比较高的程度。但有一点，我觉得毛泽东跟人家很不一样，就是他对于农民特别的重视因为他自己也来自于农民家庭嘛。对，毛泽东简单说，他当选国民党的候补中央委员之后，没有多久，他就短暂的接任国民党的中央组织部部长。各位，这很重要的位置我告诉各位，孙中山给共产党的位置是完全不小气的。曾经一度李大钊还担任过国民党的秘书长，你就可以知道。不过毛泽东先生这个时候就展露出他不一样的一些个性跟特色。他对在广州当官这件事情倒没有太大的兴趣，甚至于毛泽东第一次国共合作告成之后，他就对第三国际所主导的国共合作不是那么样看好。他认为国共合作可能未来搞不太下去。各位有没有发现很巧合，这一点他看法跟蒋介石是一致的。虽然他们最后可能会搞不下去的原因看法不一样。毛泽东当时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认为中国的元气在农村，他认为当时的第三国际以及陈独秀、李大钊这一批北大的精英，都把当时中国的革命重点摆在工运跟学运，他认为这是不对的。他认为中国新式的产业工人人数还太少，学生的话有句话讲得好，叫秀才造反3年不成。各位，共产党的前身一部分是少年中国学会，一部分是北大的社会主义读书会。陈独秀这些人搞了好久也没搞出什么其实各位你很难想，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只是北大的学生社团，所以当时毛泽东很快就认为第三国际的这一套革命路线在中国不一定能成功，所以要搞农民运动才是最主要的一件事。当时中共内部除了毛泽东之外，其实也有其他的人也开始搞农民运动，最有名的就是彭拜先生，中共历史上被称作叫农民运动大王，他也是非常主张要组织中国的农民，支持中国的革命，所以他在广州创办了农民讲习所，开始教导讲习宣传革命理念到农村去，另外还在农村发展党部，组织当时的农村里的人民来加入到革命运动里面去。不过彭拜是行动很多，但彭拜的理论性没有那么强。各位，有行动又有理论基础的，还是要看毛泽东先生。毛泽东我们知道他的故乡在湖南嘛，在1926年的夏秋，毛泽东从广东回到他的湖南老家进行调研考察工作。据他讲，完成是在1926年的秋冬，具体发表到1927年2月。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发表一篇叫《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就把当时整个中国农村的现状，主要是以湖南地区的状况做了一次完整的总结。比如说关于当时农村里的租佃关系、宗族的情况、迷信，另外就是财产的分配状况，还有碰到各类的困难，比如说灾荒啦、地主阶层的高利贷啦等等，这些问题都造成农民生活上种种的问题，甚至于他对农民的性格都有非常细腻的描述。毛泽东对农民真的是非常的了解，完全抓住农民的心，包括农民的小气、散漫、迷信、重男轻女等等。然后在小农经济的这样一个特性上面，你也很难推动什么样的改革，因为双方的土地跟资源都很有限。简单讲，他认为中国的农民还是一块有待开发的处女地，等待的就是给予新的观念、新的组织、新的信仰，把他们从一盘散沙的情况凝结起来，变成革命的力量。他认为这是
非常重要的事情。毛泽东当时就已经具体提出一些方法，比如说要改善租佃关系，实行土改，另外还要在农村当中组织民兵，让农民也能够接受一定程度的政治跟军事训练，支持未来革命的发展。我告诉各位，他这个报告提出来之后，当时1926年底27年初的时候，国共合作还在继续进行，所以他虽然也引起了一些注意，但是并没有在中共内部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共识。我可以告诉各位，毛泽东思想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反目结束之后，一直到毛泽东后来升朱德上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之后，才开始得到具体实现的一些机会。其实毛泽东他还是看到农民的一些积极性的例如说勤劳节俭、吃苦耐劳，农民是非常能吃苦的另外在湖南这个地方，大家了解肥水不落外人田有一个根本，就是我们之前也谈过，在小农经济遍布嘛。还有一个点是湖南跟其他地方比较不一样，湖南是湘军的老乡所以没错，这个地方本来就有兵农合一的传统在，但如何把它组织运用起来，这个就是毛泽东在理论实践上面非常厉害的地方总而言之，他是看到农民的潜力，他也看到农民负面的一些要素，那如何的加强正面要素，降低负面要素，这就是毛泽东的绝活。所以毛泽东你可以看到，他后来会上井冈山，其实他有很强的理论基础，有很强的实作考察的精神在。所以毛泽东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的那几年看起来不是最耀眼的星，但是很大程度已经酝酿了他很强大的内功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蒋毛之间分别走向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蒋介石练的是硬气功，用军人来打仗，底子非常硬狠。毛泽东练的是强大的内功心法，如何去同化这些未开发的农民，如何同化自己的同志，这也为未来土共洋共之争，毛泽东路线如何定于一尊有很大的帮助。其实蒋介石搞军校练部队，跟当年袁世凯小站练兵的套路跟思路其实也差不多了。就乱世要有一支军队，未来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影响中国近代最巨大的两位人物蒋跟毛之间奔向了不同的道路那未来大概也没有人想到说这两位先生可以在中国掀起如此巨大的历史浪潮吧另外一个值得一说的是谁？是周恩来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周恩来不是跟着就加入了国民党了吗？但是周恩来其实他还有任务在，因为周恩来他其实是留学生，他在欧洲待了蛮久，主要在法国嘛，所以到了1921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要成立当时周恩来其实是在法国的巴黎组织的中国人的旅法共产主义小组相当是在把这些留学生给重新组织起来。可是到了这个时候，其实气氛有一些变化了，因为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越走越远，所以工人阶级被压迫的状况是更加严重的。所以共产主义事实上在欧洲的流行是非常广泛，尤其法国作为革命老区这种共产主义的精神的特别的显著。那这个氛围让周恩来有一个比较好的土壤跟滋养，但这就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中共要成立了你总要有代表回来嘛。结果法国旅法共产主义小组既然没有办法来得及派代表回来参加中共的一大不过因为在共产国际的主导之下，还是认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所谓8个共产主义小组这是其中之一。事实上这也奠定了周恩来后来在整个中共内部的其中很重要的定位嘛。虽然他没有在创党的当下到，但他依然被算作是创党元老，这是毛泽东跟他特别的地方。不过此时的周恩来呢，还是属于共产国际系统的人比较属于国际派就我们说的洋共另外呢，在整个第三国际的规划里面，对周恩来的期待是更高的。周恩来这个人第一个相貌堂堂，而且呢脑筋非常非常的好，据说口才又好，对所以他当时是第三国际重点栽培人才之一。他一回国直接来空降，希望他怎样的空降？当时包罗廷以及国民党左派的廖仲恺都非常欣赏周恩来，都认为周恩来是未来值得被栽培的一个年轻人，所以他一回国之后很快就接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我们知道廖仲恺是黄埔军校的党代表，各位，这时候国民党是要强调苏联红军的以党领军这样的一个制度，所以党代表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那在党代表之下，两个比较重要，一个是校长，一个就是政治部主任，可以说是在军校里面最高的领导者，在地位上超过校长，负责学生的政治教育。所以各位，到后来很多黄埔将领私底下都称周恩来为老师，原因都在这边。个人有发现，中国历史后来走到这边，从黄埔军校里面就会看得出来，有一些学生跟着蒋校长，有一些学生跟着周主任，对不对？后来周恩来没有多久就升任政治部主任，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黄埔军校就是国共合作下一个非常具体的产物。那周恩来也在这段时间里面，一方面跟蒋介石在军校里面合作，但双方也有一些理念上的不同，也有一些斗争。但是我告诉各位，蒋介石始终都非常的欣赏周恩来。
蒋介石其实严格讲起来，他也是个爱财的人。有人总结国共斗争的历史，有2个共产党员不能为蒋介石所用，成为蒋介石一生最大的遗憾。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黄埔4期的林彪。林彪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学生，这2个人后来就成为中共在整个革命历程当中很重要的2个人。我告诉各位，一直到抗战的时候，周恩来当时是中共驻重庆的代表，蒋介石都还告诉过周恩来说：“恩来，你要听我的话，你要来我这一边。”你就可以知道蒋介石多喜欢他了啊。那你知道后来周恩来在中共开国的过程当中，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直到今天还有被冠以永远的总理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名称在他身上哦。事实上，我们可以从整个发展历程看到，几位影响中国当代历史的巨量级领导人物，都是在国共合作这个时期完全的迸发出来。那当然，国共合作最大的成果就是黄埔军校的成立嘛。那围绕着黄埔军校的成立呢，国共整合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就在仅仅4年之后，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嘛，而且前面呢还先把陈炯明给打垮了，所以有所谓的东征北伐就是这样来的。国民党党史称之为黄金10年嘛啊，虽然这个词我是持极大的否定的意见啊，不过对国民政府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统治权时期了。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革命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啊，我们可以这么讲啊，其实革命可以分成3个阶段。第一阶段反清，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这个是第一阶段。第2阶段反袁抗北洋，把袁世凯跟当时的北洋军阀打垮。那第3阶段就是统一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第2阶段、第3阶段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黄埔军的一个力量嘛。那另外革命的换代也是相当明确的哦。孙中山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地方是他总能发现非常好的人才，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你看到他开发了蒋介石、周恩来，也让毛泽东有很大的一个发挥空间嘛。所以这些人各自有各自的路线嘛。那蒋介石就一路一心一意去搞军政的，所以未来他中国领导权的基础就是军事嘛。所以蒋介石有一个最有名的头衔叫蒋委员长，他当总统的大多数时间是在台湾。对，同一时期国民政府主席是林森啊。另外我们可以讲，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就确立了他整个发展路线，也为未来在遵义会议上他可以定于一尊啊，所谓的本土路线，后来一般人把它称为土共的崛起啊，具有很大的一个基础啊。那周恩来当然在这里他就积累他很强大雄厚的政治资本嘛，所以周恩来在党内是没有敌人的，大家知道吗？那为什么没有敌人呢？周主任是厉害的啊，搞政战起家的啊。但是这也很明显看到啊，国共合作打从开始就埋下了一个分裂的伏笔啊。老蒋的激烈反共心态也在合作当中铸成的，所以历史真的是非常有趣啊。今天中国会走向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当时这些青年才俊汇集一堂，但是日后走向巨大分歧的道路，也打造了今天极为特殊的两岸的局面吧。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最后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最重要的是呢，帮我们加入会员，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完整版，非常的长哦，讲得非常精彩啊。那另外呢，也可以透过超级留言、超级感谢，给我们看到你的意见跟看法。最后，你可以透过线下的赞助绿界、PayPal、微信、支付宝邮局，让我们有更多粮草可以做得更好。我们今天说学长辛苦啦，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好，距离录完时间是凌晨2点，好，谢谢大家，拜拜。